好吧，协商破局什么意思啊？因为韩国瑜前天在赖清德请他们那个吴院长的茶会，有时候要请赖清德呢去到立法院来报告。那出来说赖清德欣然同意啊，但是问题来了，就是说，然后韩国瑜动作很快，昨天立刻把3党党团都找来了，来协商，看要怎样啊？因为道理很简单啦，立法院长平常其实蛮无聊的，你坐在那个上面去，对，哎，但是如果总统来，立法院也跟着，哎，整个院长也跟着水涨船高，院长上面、总统上面报告哦。那所以韩国瑜看来是很热衷，而且现在还想把立法院迁院迁到圆山饭店那个地方的，因为立法院是原来国校预定地，立法院那个真的不像一个国会啊、哦。你看美国国会，哇，那个多么庄严哈、哦！白宫都是矮矮的，但是国会哇，那个建筑那是很多人那是白宫，那不是白宫，那是国会啊、哦。好，那但是呢，什么叫做问答形式瞧不拢？民众党说，我算是小党，我也是个党啊，党团啊，我不同意的话，你们都不行啊，对不对？所以呢，各党团2个人咨询，2个人咨询，国民党、民进党、民主党各2个。那傅昆萁代表国民党团就说，国民党9个。民进党虽然比我少一些，也9个，民主党2个，9加9 18加20加20个，哦，然后韩国瑜是说呢，5个5个2个好了，好像是韩国瑜吧，啊，是5个5个2个，就是呢国民党5个，民进党5个，民主党2个，加起来12个，你是讲12个，一个人如果说5分钟，刚好1个钟头，所以赖清德来讲30分钟，哦，然后呢国民党跟是3党120分钟。我60分钟，然后赖清德再回复30分钟，加起来2个钟头，哦，那韩国瑜呢说中间还要休息1个钟头，要休息10分钟，为什么呢？因为赖清德66岁的，射护腺哦要注意哦，要上厕所了哦。那像以前这个尼文亚当立法院长的时候，1个上午主持院会不上厕所，1个上午都不上，听说还不喝水，这也不是很健康。好，那另外呢，这个庄瑞雄就说呢，韩国瑜提到射护腺是说时间不要搞太久了，哦。那另外呢，钟嘉宾就说韩国瑜叫做低级当有趣，这2个人完全不同的这个表现出来的态度哈。那另外呢，到底协商有没有破局？蔡其昌说没有破局，但是呢有违宪之余，所以请傅昆萁再想想。宪法规定。就是每年这个立法院得邀请总统来做国情报告，得也可以不得，那被邀的也可来，也不一定要来。宪法并没有说不能一问一答，所以为什么大法官做说一问一答就是违宪？我始终不懂，这是超越了你超越解释，没有说宪法并没有规定说不行嘛，那他哪有？这个是要党团自己协商，就是我邀请你来，你也愿意来。条件大家谈好就好了嘛，对吧？也许总统愿意一问一答，我觉得才能够这个答得尽兴啊。也许总统不愿意啊，那一问到我就不去啊。这大家可以协商嘛，这不需要由大法官越俎代庖。大法官这件事是越俎代庖了，好吧？所以呢，说会不会违宪之余啊？说总统只能来报告哦，报告啊，你们理论上都不能问的哦，好吧？只是你们提出你们的意见，那总统呢，为了尊重你们，总统可以在2次发言，他不是说我答复你们哦。但我是2次发言哦，所以呢，先发言30分钟，2次发言30分钟，那中间呢，看你们要怎么安排哦。所以呢，这个蔡其昌他昨天取代的这个柯建铭，他说请傅昆萁再想想到底要怎样，你国民党团到底要怎样哦。所以说呢，插临门一脚，赖清德愿意2次发言哦，但是人数现在到几个人哦，瞧不拢222、992、552，瞧不拢。哦，所以呢，到底怎么样？我们看一下，2个小时内，而且总统66岁了，你考虑他射护腺的，1个小时让他休息，总统要休息10分钟啊。谈到总统来立院国情报告一事，韩院长朝野协商就先画出报告时间，如今绿白似乎都愿意退后一步。统问统答4个字，可能就是要稍微，因为这个还是有违宪的争议啦哈。但是形式的内容，他很愿意。在不违宪的情况底下，形式的内容都遵照韩院长的方式，他也愿意留下来听，然后呢，听完之后他也愿意再做第2次的发言。您看，副总召林书记长
徐真实。我们台湾民众党这边是非常赞成。不过国民党团态度依然强硬，要求总统若来立院问到饱、即问即答是必须。尽管院长已经提出30分钟报告、30分钟质询，委员比例552、662方案，但蓝党团不让就是不让。对各个政党提出的问题，也能有一个清晰明白的回答。那显然我们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哈，我想我们就持续沟通。我们再择期协商。朝野党团加上院长沟通了将近20分钟，最终协商还是破局，没有定案。只是现在蓝营内部明显意见分歧，事情事关重大，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经济生存战略哈。那也因此，总统应该要接受即问即答。问即答或同问同答来为难应该在这边有所礼遇啊。这一点我个人不但接受，而且我也会支持。总统府立院国情报告原先看见曙光，眼下却似乎又退回这1-2年来的争执起点。第4打，好不好？这个卢秀燕说要即问即答哦，蒋万安今天被记者问到也说要实问实答哦，那到底是同问同答哦，不问不答，有问有答，一问一答，实问实答，在这边现在就开始吵这东西哦。来，教育总看。我觉得这个立法院这个开春哦，现在是展现一个朝野和谐的一个气氛，一团和气。而且呢，这个赖总统跟韩院长5院查叙之后，韩院长用一个话字，然后开始呢也遵守这个承诺哦，积极的协调所谓的这个国情报告，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唯独就是傅昆萁让这整件事情呢有了一点点的瑕疵，因为他坚持说一定要这个询答的方式，或者是2轮等等哦。那我觉得说大家都很期待总统跟这个韩院长能够达成这个首次宪政史上第一次总统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这样的美事。而且蔡其昌担任总召以来呢，他也是言必称韩院长说我跟韩院长都希望。而且我觉得韩国瑜院长他这次讲说要考量总统这个66岁摄护腺的问题，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帮总统考虑说，这个时间如果太久的话，总是对总统来讲可能比较时间久影响健康等等的。而且我发现韩国瑜不是第一次提摄护腺，他很喜欢讲这个议题。过去他也曾经讲说，我的支持者都是摄护腺肥大，他说男的支持者。然后呢，我就查说，他去推广南瓜在淡水的时候，他说我老婆说吃南瓜对摄护腺很有帮助，所以我觉得他个人对于摄护腺这个议题是颇有研究才会在这个国情报告里面要把这件事拿出来讲。所以我不认为说他是针对赖清德总统，而是他个人就很喜欢这个适时的幽默一下。但我觉得，如果双方这个朝野都有这个共识，能够邀请总统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我相信也是全民都非常期待的。以前你们那个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长，后来当副市长的邱文祥，现在星光月，对，他每次看到男生就说，总有一天等到你，好不好？男生40-50岁以上就开始慢慢有这个问题，不过一般都不会拿出来讲的，韩国人是拿出来替赖清德还价。来，任志。我是觉得韩国瑜就是有点多虑了啦，因为有台有一个主持人嘛，张雅琴曾经讲过赖清德一个优点，就是他可以主持会议4个小时都不用上厕所，所以网友还誉为这个台湾之光，膀胱的光，所以这个真的不用替他，那因为韩国瑜是个暖男啊，他会特别替人着想，可是赖清德总统没有这个问题，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不用因为膀胱问题去限制会议的时间。那我是觉得说，真正应该考虑的是，到底能不能实质达到交流？我觉得这还是关键。因为之前，以前没有前例，唯一的一次是李登辉总统他到国代去，那时候是同问同答。也是我今天刚好有遇到一个之前做过国代的啦哈，他就说当时是大家都问完，好像问了1天呢，还是几天？问完之后的李登辉总统再统一全部回复，那就会出现一个状况，因为不同党嘛，当时跟就是国民党，因为那时候国民党李登辉啊。的国代就会做球给这个李登辉总统，然后其他在野党的问的问题呢，李登辉总统就假装没看到，然后所以呢他就回答那些做球的问题，那就会构成没有实质交流啊，就变成就是铺排好的啊，或者是实问虚答哈，问东答西就没办法。所以我比较 care 的是不是时间，而是说这样的一个同问同答形式能不能真正交流。那我们现在傅昆萁总召他提出来，他一个新的他的想法是5轮啊，就是总统先讲完之后，立委问完之后，总统做了第二次发言，然后发言完之后，立委再问1次，然后总统再回答1次，因为这样子的话，
如果假设总统在第2次发言又实问虚答，或者是配合民进党做球的话，至少大家还有再一次追问的机会，然后他可以再统一回答。其实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折中做法。那民进党当然不接受，民进党说这就变成实质的质询。可是我觉得这根本不，这哪是质询啊？质询应该是说我们面对官员这样1对1这样一直问，还打断他，还问责他，这叫质询。这只是请教，然后怕你没有听清楚我们的问题，你回答偏了，我再把我的问题再讲详细一点，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跟质询有什么关系？而且赵大哥讲的，大家讲的对啊，这个没有什么违宪的问题。那个大法官那个时候是说2年应该1年多前，我们那时候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嘛，有把它写到法条里面，说立法院得邀请总统来，然后并接受即时问答。大法官说总统没有义务来，所以你不能写在法律里面，所以这个是违宪。但是如果总统愿意，他自己愿意，这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这个就是看赖总统本人接不接受你的心胸、你的气度。其实我觉得我觉得他可以来啊，甚至于比如说他可以挑战谢龙介啊，然后其他人通可以问少一点。谢龙介你1对1，对不对？你一生多我1人嘛，我就让你看看我赖的厉害啊，这个也可以啊，只要你愿意，有什么不可以？所以就看赖总统啦。因为我是希望说，总统如果你在查叙的时候，韩院长邀请你，你欣然接受，那就说到做到，不要玩2面手法。一方面说欣然接受，2方面又透过蔡其昌什么的在那边党团在那边设很多障碍，然后故意因为技术性关系，所以不来了。那我觉得国人会失望。其实是韩国瑜是搭了舞台给赖清德，这总统的表现嘛。而且赖清德会有什么问题呢？你做过台南市长，做过立委，做过行政院长，也不是没有面临过议员的咨询，也不是没有面临过那个立委的咨询，游刃有余啊！这真的是可以从游刃有余，根本没有什么问题的哦。所以其实，而且宪法不是规定吗？总统管什么？外交、国防、两岸。那行政院长只是执行你的政策，那变成行政院长、立法院要接受问责，要接受监督，总统完全不用啊。而且对台湾现在最重要的什么，就是国防跟两岸，不是吗？哦，那总统可以通通不来，记者会也不开，平常爱干嘛就干嘛。这川普还得到国会去这个国情咨文呢，民主党议员还在下面跟他叫嚣呢，媒体还要评论呢。对不对？那你通通不到国会去，这对吗？这符合民主的原则吗？休息再回来。军购特别条例3月6号要复委啊，因为韩国瑜率先讲，哦，就是说下会期会列为最优先法案啊。那另外呢，这个韩国瑜说自己啊，现在是连滚带爬，因为2年都没有休假了，所以他血压说原来只有105，原来105还是低嘞，一般都120、130嘛哈，飙到170耶，哇，这个差很远哈，所以要很小心。所以呢，他说呢，跌跌撞撞，连滚带爬，迷迷糊糊，又打又摔，熬过了2年啊。他说他的血压现在跟身高一样高了，因为到了170很高哦，要小心哈。那另外呢，韩国瑜今天举个例子，但韩国瑜不知道看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书，我们都不太懂。他说清朝有一个人，就是呢用一个很薄的纸把它贴到脸上，加水，一层一层。那这样的话你就不能呼吸了嘛，就跟那个他们这个美军外面给那些酷刑有没有？给那个回教徒酷刑、恐怖分子酷刑，就用给他开一个毛巾，在上面滴水，那滴了水以后你就没办法呼吸了，哦，然后又没有伤痕呐，我没有对你实施酷刑，没有啊，哦，那原来清朝我们就有叫做韩国也是叫做贴加官，哦，他说贴了4、5张以后人就死了，因为呢一直贴纸你就不能呼吸嘛，哦。那法医鉴定也找不出死因，就窒息而死，只知道窒息，不知道是被这样搞死的哈。他说，所以呢，他说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危机呢？我们的口鼻上有没有贴个纸呢，让我们逐步窒息呢？哦，然后呢，谁可以用牙签把那个纸戳破一个洞就可以呼吸啦？或是把这个纸拿掉呢？哦，所以呢，国家、政党、个人也是这样啊，哦。意思说国民党有没有危机呢？哦，要趋凶避吉啊，化解危机啊，
才是呢要这个趋吉避凶啊，才是聪明有智慧的领导者啊，等等。他到底在骂谁呢？是在骂郑丽还是在骂傅昆萁呢？今天坊间就很多人在猜了啊。那另外呢，傅昆萁还回说韩国瑜讲得太好了，不是在讲我，就这意思。你现在一定要讲韩国瑜讲得好，你不跟他吵架哦。他说你看韩国瑜呢，这个新的一年朝野和谐，而且呢军购就会复委了。而且呢，又叫赖清德来这个，所以呢，韩国瑜太棒、太英明了，狂赞韩国瑜啊。那另外呢，林濁水也赞美他，说哇，韩国瑜的气势、气魄独一无二，说担心国民党会窒息而死，所以呢，林浊水说韩国瑜真棒。那牛许婷也说，下个礼拜就确定要复委了哦。然后呢，联合报的评论是说，你国民党挡了10次军购。每次复委都挡，用各种理由说，哎呀，不给军公教加薪呐、这个武器没来了，各种理由。突然现在怎么都让步了？你要交代为什么？要讲清楚到底为什么？看一下。连滚带爬，迷迷糊糊，又打又摔，咱们熬过了2年。2年下来，我的血压跟身高一样高，105的血压快170了。立院开议，国民党团立法会议上，韩院长大叹血压又要飙升了，但才开玩笑到一半，话锋一转，韩国瑜罕见态度严肃，引用古代纸型贴家官，完全不知道怎么死的。这是一个故事，我在想到党团的运作，一个有观察力、有洞悉力的党团领导者跟党团所有的委员，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张一张纸的危机，把我们的口鼻要闭起来？如果有，谁是那个牙签，可以把它戳破？我们能够趋吉避凶，化解各种危机，才是一个聪明有智慧的领导者。底下的蓝营立委瞬间鸦雀无声，倒是总召这话摆明说给韩国瑜听。统问统答赖总统，在韩院长期待之下，他的韩院长的宫中体国，我们必须要支持，也要尊重。下午又在变更大家所有人的行程。不过开一蓝党团大转弯，红营正月版1.25兆军购复委，副总召尊喊韩院长是 key man。我会让军购案相关的这些议程，能够在3月6号排进立法院。韩国瑜院长希望朝野能够和谐，国民党版军购会在最短的时间来复委。刚才副总召对我美言很多，真的不敢当。但是我们今天让军购也开始融掉了。如果我们一个判断错误，我们会不会变成四面楚歌？他在立法院33年，今天交掉总召，书记长也换，干事长也换，你绝对早上都想不到的。台湾民众党3个换了。面对党团运作，韩副两人都很有想法。好，这个玉敏怎么看？韩国瑜院长我觉得他当上立法院院长之后呢，他其实看待事情的角度跟那个格局的确是不太一样的。那昨天他其实是在我们这个我们跟智库就是一起党团跟智库开会的场合，他致辞嘛所以我觉得他也是有一些他自己智慧的观察跟提醒那当然，其实每一个人就是在做事情的当中，我们都会有自己的盲点，我们可能一直觉得这样是对的，但是你如果站上一个更高的格局，或者从别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的盲点就很容易会被看出来。那我觉得昨天韩国瑜他是很善意的提醒，就是每一个人，就是说，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可能要多角度，再回过头来检视这样子的做法到底对不对。那任何的党团或者是任何的个人，我觉得的确都有这样子一个盲点了。所以韩国瑜让我比较敬佩的是，我觉得他从政的历练，他真的转变很多。就是到了立法院院长这个角色的时候，他有时候他的出发点，他是真的就是基于整个大局这样子，他不是为了谁，他就是整个大局。那他觉得该讲的话呢，他就把它讲出来这样子。那我不觉得他是完全针对任何的个人，他只是觉得他的观察，他心有所感，他就把这个事情指出来。那嘉宇为什么这个林浊水这样赞美他？这个过完年之后，这个韩国瑜院长整个这个画风大变大家都还有人戏称他变成绿国瑜就是说，他怎么突然就开始促进朝野协商，然后一片和气，还把这个军购列为优先法案那当然，这个过年前，这好像在除夕前2天吧，韩国瑜院长就突然发了一个新闻稿，跟江启臣副院长联合说，这个会把这个军购列为是最优先法案。当时大家就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原来
来在这之前，还有一个美国智库学者就有发表一个说，针对这个蓝白的这个党军购的事情，应该要检视他们家人是否持有绿卡，或者是呢应该要公布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在这个过年前大家有在讨论。那过完年之后，我觉得韩院长呢，他确实也在很多的面向上让大家看到，就是说他想要这个主导未来这个朝野合作的氛围。那我觉得这对台湾当然是一件好事。如果说未来的国民党是都能够像韩国瑜院长这样子，把国家、把军购、把这个总预算都能够放在优先，然后努力的去化解朝野的僵局，也就是韩国瑜院长所说的这个"化"这个字，真的能够落实的话，那我们赖清德总统也很愿意来配合，很愿意来协助。那在这种氛围底下，能够让台湾专注在内政，专注在我们自己怎么样去提升经济跟产业的面向，这个对台湾的2026年绝对是欣欣向荣，大家一团和气。好，我们看到联合报的这个评论是说本来国民党呢有10次都挡了，那现在呢郑丽文是说，因为民进党一直在抹黑国民党，所以怕国人误会国民党，所以要提党版条例。那傅昆萁说呢，因为感受到立法院长韩国瑜希望朝野和谐，所以要给他复委。那他说之前国民党坚持说赖清德一定要国情报告以后才放行军购条例啊，那现在国情报告还在协商，还没有放行啊，怎么就要给他通过的呢？到底是美国吗？古立言吗？国务院吗？美国国会的议员吗？到底是怎样呢？是因为美国介入吗？所以大家不愿意这得罪美国吗？还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原则到底怎样？因为我了解是说，其实智库一直有一个版本啊，然后我们有些立委也有版本，好像乔欣也有版本，8000亿，但之前一直没有时间表，所以他们就一直在整合，反正也不急，那就慢慢弄。那现在因为情势也变了，第一个民众党的版本已经复委了，然后第二个民众党也说愿意支持政院版，所以到时候就会变成一个状况是，政院版跟民众党版本都一定会在委员会，国民党变成没有版本，反而大家会觉得我们怎么没有自己的主张，所以现在就变得有时间压力。那有时间压力的话，那应该就是智库跟党那个其他委员的版本就赶快整合一个，就赶快送出去，然后接下来就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那当然我也有看到有些人在批评，就说那你们为什么不继续坚持啊？没有国情报告就不能做。不过我觉得因为以我的立场啊，我们之前当然是希望说，总统你来做一个国情报告，你把问题讲清楚，让我们了解一下，这样是最好的。搞不好1.25兆我们就全部支持你啊，还希望你多变一点，但你就不愿意啊，那我们也不能直接一直卡住啦，所以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所以看起来国民党有点受到民众党的压力，因为民众党提了一个4100版本，其实早就提出来了那我昨天听到吴子嘉在讲，他说国民党要小心了，将来这个柯文哲已经跟民进党讲好了，将来绿白会合作，是这样吗？我觉得其实我们当然尊重就是一些名嘴他们自己的推测啦哈，但是我还是必须说，台湾民众党一直以来我们的态度跟立场非常明确，支持国防，但是我们不容贪腐，不容黑箱。所以其实，在上个月，台湾民众党就已经把我们的版本送进去，让他们这一次可以复委，然后并案审查。这是台湾民众党一贯明确的态度，告诉国人，我们支持国防，但是我们不容许贪腐，不容许黑箱。那当然啦，我还是要必须跟赖清德政府要说一件事情国防预算不应该是你执政不利的政治盾牌。如果你一直不断的去说，再也去挡我们的预算，让我们的国家面临了什么样的危机，这样子就是你执政不力的表象。那同时我们必须说，台湾民众党提的版本是什么？制度更完善，监督会更清楚，用途更明确。我想这才是国人想要期待的。我们如何透过这个国防预算来保卫我们的国家，这才是人民想看到的。所以我相信未来不管是政院版，或者是说民主进步党版、台湾民众党版，甚至是中国国民党版，只要是大家综合统一起来，都是保卫国家最重要的一环。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赖清德感谢柯建铭完成了交棒，为台湾民主留下深厚的基础功成身退说呢。昨天连票轨都搬过来了，真的要投票就投啊！那柯建铭也就跟你干到最后一刻，就说我就要投，不行就比投票然后呢，说柯建铭最后为了避免表决难看，感觉到大势已去了
所以就主动交棒了，然后还跟蔡其昌拥抱，好去好来嘛，好去好散，好来好散哈。那蔡其昌说：“哎呀，你们都说是德意志要换掉柯建铭了，说没有到那个地步啦，因为人家都说什么新潮流啊，什么民主活水啊，什么这些派系支持啊，算票，这个蔡其昌就会当选了。蔡其昌说也没那么恨啦，如果恨之入骨什么谈什么总召，意思就是说柯建铭是不分区立委，党主席如果真的恨你恨到那个地步不分区就不给你做了，还什么选什么总召所以呢，总统是党主席那柯总召是不分区立委如果恨之入骨，还要谈什么？讲白话，内行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什么意思了，对不对？就是说不分区都不给你做了，还选什么总召？所以没有恨之入骨了。同党还要恨之入骨吗？恨气就够了，不需要入骨了也不需要恨之入骨，也不知道爱你入骨了好，那蒋万安说他跟柯建铭呢是老交情，因为蒋万安说他那时候当选立委，结婚的时候呢，柯建铭也有来，所以呢会写卡片来祝福他卸任以后呢还可以过得很好还有一定的影响力。那现在呢说因为柯建铭、龚承孙的福院党要集体作战了不是靠一个人了那另外呢，这个说虽然柯建铭是永远的保皇党，还是打不过德意志赖清德的意志那另外呢，说赖清德现在更可以在立法院贯彻他的意志了以前呢，因为柯建铭说还有自己的这个看法啦等等来我们看一下。如果真的他对柯建铭总召是恨之入骨，非怎么样不行，那他很简单嘛，他根本连总召都不需要谈。新任的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隶属新系的他专访驳斥总统德意志换下万年总召柯建铭，不过24日两人相互拥抱，正式交棒在闭门会议，气氛微妙。柯建铭先喊出拜托大家给我继续做，为或支持，紧接着说会跟蔡其昌自己讲去处理，但林淑芬当场质疑听不懂，新系成员也接连发言，认为应在当天拍板。柯建铭则说都讲这样还听不懂。僵持之际，苏系的吴秉叡出面缓颊，总召意思就是想传承给蔡其昌啦。感谢柯建铭前总召的付出，也感谢蔡总召陈其昌的承担。我们期待呢，新的党团会有新的战力。总召这个位置，你过去来看的话，这个是真的是不是人干的啦。党内同是居中解僵局，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也发声，20多年来老柯就像民进党在国会的定海神针，展现世代交替的高度与胸襟。柯总召觉得说，是不是我愿意退让，再让他可以再继续当，可不可以成全我，然后这个提拔我？正是柯下蔡上也直接以总召身份，在当天下午出席总统到立院国情报告的朝野协商。接下总召后，蔡其昌首要任务要让总统能到立院国情报告。思刚怎么看？当然这个柯总召就不敌这个整个的大势大势已去，而且去年这个大罢免失败之后，民党也需要找一个来替垫背，所以其实他今天下台呢是什么？是替赖清德来做垫背。因为包括这个过去的大罢免的这些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然后包括中间的一些策略运用等等，其实柯建铭在中间去做很多的这个穿针引线的工作，甚至主动献策给这个赖清德。所以呢，赖清德是不是有点怪他说错估局势，然后害我呢走上这个大罢免失败这条道路？所以柯建铭从那个大罢免失败之后，赖柯的关系就渐行渐远。今天有这样的结局，也不令人意外啦，不令人意外。所以你要看说，那没有柯建铭之后的民进党党团会怎么办？我觉得看起来大概就是集体领导的多吧，因为大家的资历虽然蔡其昌比大家资历稍微深一点，但这个资历之间的那个差距并不太大。那再来呢，这个包括吴思瑶也好，或是庄瑞雄等等，那个未来都可以成为在党团上面或跟朝野的沟通的一个平台所以未来会朝向一个集体领导的方式，比较不会是柯建铭一个人说了算。但是对运作有没有影响，我倒觉得还有待观察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然后讲的话、用词，然后折冲的这个部分都不一样，所以朝野关系会不会和谐，我觉得有待观察。如果还是强硬的下去，不转弯的话，我觉得谁当总召都差不多。
不过当然柯建铭有他独到的地方，他对法案的研究下很多功夫，因为对议事规则，立法院常常议事规则是很厉害的。哦，你说人就算人多，你有运用议事规则；人少运用议事规则。比如我在立法院的时候，我们人少啊，新党的时候人只有21席啊，哦，或是新国民党连线那也就10几席啊，我就跟你熬到下午啊，下午人都不够了，中南部立委都回去了，每次是我就是额数问题，就提人数问题啊。大家就赶快跟你讲，你不要提人数了，提人数就要上会了，对不对？那好了，那你现在叫我不提，那你要答应我什么？政党要不要协商？所以立法院到现在有这个党团协商制是当时我建立起来的。我小党只有靠这个才能够有发言权嘛。哦，所以你对议事规则一定要非常熟，在什么时候权益问题，什么时候秩序问题，什么时候额数问题，什么时候你要非常熟悉啊。你只要不用功，根本搞不清楚，傻傻在那边开会，跟着人家跑龙套就不行了。这是一个。那当然，我认为说这个柯建铭最大的问题。就是大罢免大失败以后，他就应该全部承担下来。大免，万方有罪，罪在我身上，就是我当时不应该建议的。当时赖清德其实反对的，但是我坚持要这样做。现在既然失败了，罚我吧。哪有说我跟赖清德每个礼拜都讨论，每个礼拜都报告，我要干嘛？他完全清楚，他要干嘛我也很清楚。犯了大忌嘛？对，我觉得这是他犯的最大的忌，真的是这样，真的，对不对？触怒龙颜呐！这个赖清德这个德意志哦，真的他是一个很执拗的人哈，他要做什么事情，他就一定要做到底。所以你看，他第一次没有办法把老柯换下来，继续。那这一次就是变成老柯也看到大势已去哦，所以也不用投票了，他就自动退位下来了。但是柯建铭我们还是要肯定他在立法院哦，他长期他带领这个民进党党团哦，他真的是他的学养，就是他对于整个议事的掌握跟知识，而且他还蛮用功，他是持续一直不断阅读看书的人哦。所以坦白讲，民进党不要对柯建铭太残忍哈，他真的还算是民进党里面在立院的一块宝，应该是即使他退位之后，你们应该还是要常常请益，就是听他的意见啊。我觉得这么资深的人，一定有他这个其他的后辈就是不及之处哦，所以应该是要用这样的角度去看待哦，千万不要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已经不是老柯，不是万年总召了，大家就对他这个冷言冷语、恶言相向，这样就未免太没有人情味了。那昨天韩国也做了非常有人情味的动作，第一时间他知道之后呢，院长就到他的这个办公室，然后去肯定这个柯建铭他的那个贡献哦，所以韩国瑜第一时间送暖，第二时间送暖的应该是那个蔡英文哦，蔡英文也觉得老柯对他注意颇多哦，那这个赖清德是慢了好几拍哈，就是可能到今天才在那个场合，因为这个可能要他讲出感谢可能有点难，因为他要他走，他硬是不走，又多了一个会期哈，所以是勉强在公开场合这样子讲到。那我是建议柯建铭总召呢，其实可以再出书哦，这个现在时间多了嘛哈，因为平常日理万机，现在时间多了，真的要出一本书哈，把这个立院他所看到的立院的发展的过程、民主的过程，还有就是他跟民进党的历任总统的互动哦，他其实可以用一个更客观的评价写下来给大家看。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说，这个赖清德是不是真的有不喜欢柯建铭，是不是真的要逼柯建铭走？这个在一个真实的回忆录当中，我们可能就会看得更明白。原之啊，这个柯建铭走了以后，走了，就是不干那个党工了以后呢，党职以后呢，你认为民进党的党团会有改变吗？我觉得其实可能会变坏啦，因为柯建铭在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忽然间哇，讲话也对，慈眉善目，讲话也清楚了，也简短了，然后也好沟通了。就是真的，这会真的差非常多。因为我听着党团干部讲，他们每次协商到议场后面小房间，他就说啊，我们是不是大家这次就不要冗长发言？然后每次柯建铭很快就答应，对，反而是他们其他干部说不要，我们要怎样怎样。柯建铭说啊，阿里丢后，所以大家觉得忽然间觉得柯建铭好好沟通了。对。所以昨天大家都好希望他连任，都帮他祈福。但是一看就知道大势已去，因为昨天早上在议场的时候，他们中午投票嘛，早上我们有开会。卓荣泰在上面做施政报告，下面民进党立委根本没几个在听，没几个在理卓荣泰，超不尊重的，很多都围在蔡其昌旁边，那个感觉就是蔡其昌应该就是会当选的。那果然就是到中午的时候，老柯自己就放弃了嘛，就直接就不投票。我觉得他有感觉到大势已去，虽然奋战到最后一刻。那柯当然就是说，
其实他是一个使命必达的人啊，不管是陈水扁当总统、蔡英文当总统，他在立法院都使命必达。赖清德在当总统前1、2年，他也使命必达。你看他可以从盘古开天讲到这个近代史量，然后2个小时把那个议程拖垮，然后让协商不能进去，就是要让大罢免有一些话题可以来骂我们嘛。他全部都做到。那他当然到最后变成个人要背锅要下台，他一定心有未甘嘛，所以他就是一定想要站到最后一刻，但是也没办法，因为德意志实在是太坚强。但像蔡宜昌就很聪明了，蔡宜昌现在一副就一直做球，就是说，哎，不是赖清德叫我选的啦，是我自己想要选，我才不相信好不好？蔡宜昌在过去1、2年在立法院，我都不知道他在干嘛，就是他是一个存在感低的立法院，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他是在搞棒球的嘛，那棒球可能搞得不错，那他现在又要搞棒球，忽然间又要去做总召，他会愿意吗？那就是因为赖清德觉得要把柯建铭换掉，总是要一个辈分看起来高一点，而蔡宜昌他做过副院长，所以刚好可以做这个总召，辈分上看起来，所以叫他出来做啊。可是蔡宜昌就会说啊，没有啦，是我自己想做啊，就是好像说啊，不是赖清德要针对柯建铭，这个就很聪明了。就是我讲什么，柯建铭就错就出来这个，大半面就是我，通通是我，错都在我，就是这样回来。好，民进党台北市长都要提谁？现在说郑丽君，有人说王世坚啊，有人说高嘉瑜了哈。王世坚提名高嘉瑜，那有民众到日本游船遇到王世坚，哦，这边就喊说从从容容，那边就喊游刃有余，所以现场蛮嗨的，好像一个选举场面一样啊。那刚刚讲现在郑丽君，不少民进党的这个议员啊、委员啊认为郑丽君不错。于是这次谈判说谈不错，问题是只是川普被大法官否定了以后呢，好像又现在又不知道怎么样了。那王世坚也被人家点名哦，贾永婕他们有讨论，吴怡农呢自己很愿意，但是呢大家不提他哦。那另外呢，这个首选还是郑丽君呐哦，但绿营人士说恐怕有黑马哦，黑马是谁？到底谁是黑马？哦，那这个市议员林亮君说台北需要郑丽君哦，支持郑丽君。蒋万安说：“哈，郑丽君要不要打台北市长这一战呢？先讲清楚关税跟 LRT 到底怎样有效，要交多少关税，叠加不叠加，现在都搞不清楚啊。哦，那另外呢，在台北松山信义有6个新人要抢2个席次，哦，所以呢，大家都跟着蒋万安，跟着这只母鸡粘得紧紧的。所以蒋万安说：啊，表示我们人才济济啊，那么多人要来选举啊。那另外呢，蒋万安发福袋。”哦，说呢，这个蓝绿白3党都在奉天宫，都去奉天宫了，都到奉天宫去过招了哦。那另外呢，蒋万安将来会不会为民众党的小鸡站台？戴喜勤说，适当的时机会有机会的。好，我们看一下。厉害员工旅游哦！对着镜头双手比耶，民进党立委王世坚人气有够夯，带团队到日本员工旅游，配上熟悉的蓝衬衫、皮鞋，尽管还在度假，也多次表达不想选台北市长，但在23号的选对会中再次被点名，名单中还有他。选对会有把你这个列为是台北市长人选。加快脚步上车离去是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听到问题给一个浅浅微笑，因为谈判关税有成，党内有高度共识是最好人选，但卓院长愿意放手吗？院长会放手让副院长去参选台北市长吗？原本看着镜头，但迅速撤头没有回应，但基层的心可就无法等了。北市议员林亮君公开表态，台北需要郑丽君，认为首都需要新动能。郑丽君副院长在担任文化部长期间的这些成绩，很耐得住性子，守护台湾的产业利益，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我认为很期待他接下来能够来到台北市，如果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母鸡的话，那带领整个台北市走向国际进行讨论啊，但是目前还没有去如同我刚刚讲的，还没有一个所谓的结果。有讨论，但唯一表态有意角逐台北市长的吴怡农，春节晒出与萌宠的拜年影片。不过据了解，选对会至今还未联系他，但面对民进党的困局，现任市长蒋万安从从容容。目前社会各界其实对于整体局势的变化以及接下来怎么走，都还是有很多的疑问。如果民进党派郑丽君出马，你有信心连任吗？谢谢大家。
松山奉天宫是北台湾规模最大的天宫庙，一大早人潮挤爆，台北市长蒋万安也来参拜，现任加上要选议员的跟紧进。快乐。松山信义区除了现任老将戒备，新人更出现6抢2局面。议长戴喜清说，松信提5席，接下来会邀集所有现任议员、新人一起协调，看未来各区如何进行初选。洪维跟巧芯这2席的缺额，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是确定会办初选。市长当然非常关心，但他目前现阶段还是以市政为主。党部都有相关的机制，那其实也代表国民党内人才济济，有非常多优秀的年轻人才。竞争如此激烈，蒋万安也了解党内新人拼出线，等确定人选，母鸡也得预备到时代的小鸡，是否也会包括民众党人选？对未来在适当的时机，我想。万安市长不管是在很多造势的活动上面，或者在个别的小鸡上面，应该都有大家同台合作的机会。合作势在必行，前提是目标双赢。好吧，我们现场2个议员，一个要选议员的，好来，世刚怎么样？这第一个啦，就是我觉得郑丽君大概基本上这个事情板上钉钉啦，因为赖清德也必须培养他自己任期里面要拉一个郑丽君出来，对于第2任期来说，或是未来选举来说，他就变成一个活棋。活棋可以运用。那至于这个选举的事情呢，那现在各党都很激烈，那个选议员都很激烈。那这个事实上每个选区出现那个拥挤跟零散这个情况不一样，有的地方很挤，有的地方参与人没那么多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很多的强将都在松信，那我一直提醒这些好朋友们，其实叶元之这一区板桥也少一席啊。可是都没人愿意去板桥啊，其实当板桥很好啊，叶元之还会大力辅选，因为叶元之这个票在板桥就空出来，差不多接近3万票，目前3万多票，你看很强，所以呢，现在没有类似像叶元之这种空战型、论述型的人在板桥，所以我常建议我们那个戴喜清跟我们党部，就是大家都很优秀的新人，不要在同一个地区强蹦，不要让这个有遗珠之憾，或者说能不能每个地区能够做一个平均分配。比如有的区域的这个竞争就比较少，但是呢，这个地方是有机会增加席次的，是不是就能够把这些朋友们去那些地方去做经营？因为还剩大概8、9个月的时间是还够的，加上这一次我们双北的母鸡也够强哦，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初选出来，知道初选是非常辛苦，所以这党部有时候要去多一个思考，把那个新人在平均分配，让每个地方都能够有机会崭出头角。其实8个月时间是很够，我还记得我那时候选台北市议员，5月去登记，6月演讲，党干部评鉴、党员评鉴，8月提名，10月就选了。我就全台北市国民党最高票，陈水扁是他因为陈水扁是5党嘛，他们没有配票，没有责任区，他最高票2万4千，我21000多票，所以呢，来。民众党现在怎样？我觉得首先呢，思刚哥其实有跟你个提议啊，其实，在板桥我们也有非常优秀的候选人叫子宇啦，所以其实真的不用担心。我相信叶元之也许有机会给我们的子宇一个空间的啦哈。那所以我觉得在双北如果今天是在野团结的一个合作的默契之下，因为包括刚刚看到了奉天宫，其实就是蓝绿白通通都在那边角力，或者是说跟着蒋万安市长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反而是民进党现在好像是2军大家都跃跃欲试，好像也没有办法一个板上钉钉到底是谁，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议会的同事开始站队喽，开始站队，是不是赖清德的人选我们要赶快全力支持他？但是其实之前呢，我们有特别聊到说，贾永杰好像对于台北在代表性上也是不错，所以大家有在讨论说，民进党到底是王世坚呢，还是郑丽君呢，还是说贾永杰呢？看起来好像就是人人有机会，但是个个没有把握，所以我还是要在这边说啦，其实在野如果团结，我相信蒋万安是可以整个带动整个北台湾的，所以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如果人才济济的状态之下，我们大家就一起努力。虽然说，我们有特别讲到台湾民众党，我们这一次在6个选区里面就是各提1席，我们还是希望说可以跟蒋万安市长，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政治上面的一个合作跟协作。我相信在野的团结的态势，一定是2028的前哨战。马嘉宇。台北市可以说是6都的领头羊，所以民进党一定是推出最强最好的人选，大家可以拭目以待。那不管郑丽君或王世坚，我想这个大家已经讨论很多了，说不定有一个耳目一新的人选跟黑马，让大家眼睛一亮。所以呢，大家不用紧张。可是反观国民党我们必须要说，韩国瑜院长已经看到国民党的危机了，在黑暗中寻找光已经这个脸上都贴着这个什么贴加官刚刚讲的这个党团呢都已经
这个面临这个生死存亡了。这个韩国瑜看到的现象，国民党好像还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存在。那当民进党换了新总召这个蔡其昌，然后展开新局的同时，国民党党团的总召这个整个面临的黑暗的笼罩、贴家官的现状，傅崐萁是不是也要想一想，现在是不是非常的危险？那2026国民党还包括这个台中啊，包括彰化啊，包括新竹啊，包括宜兰啊，都还有很多提名的问题都还没有处理，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自己内部的问题反而是更严重。那民进党就是稳扎稳打，提出最好的人选跟最好的政策来争取选民的支持。罗嘉瑜就是不想面对自己台北市没有人这样的一个困境，去转移焦点。但我要讲一下新北状况，其实我是还蛮赞成，就是说新北在某些议员选区可以蓝白合啦，像我那一区啦。为什么？因为本来像黄国昌他就有讲嘛，如果说他到时候跟李四川整合，假设是李四川胜出，他参选到底的话，他的议员母鸡带小鸡效益一定会选得比较好。可是他不想要让民进党坐收渔翁之利，所以他愿意整合。其实国民党也应该释放一定的善意啦，特别是像我们那一区，现在本来是5个国民党议员嘛，那现在是提名4个，然后民众党有一个还算蛮强的，那我觉得他当选几率也不低。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蓝白还是维持5个。那如果国民党硬要提5个，民众党1个，那你要把民进党压缩到剩3席，其实机会也不是太高，所以不如就是留一个蓝白合的空间，就是当做一个蓝白合基础，大家就一起努力。我觉得台北跟新北市对国民党的选情来讲，我们是相对有信心的区域主要是蒋万安，他其实现在真的是人气旺你看他走到哪里大家是主动跟随了然后呢，这个他的热度已经被讨论到这个2028了，所以事实上蒋万安他的对手就是他自己啦，不管民进党你们派谁出来，我相信蒋万安可以稳稳的守住台北市。那另外一个还有川博，就是说这个新北有这个李四川，所以蒋万安跟李四川的2个的联手，这叫强联手这样的一个效应，我觉得它是会有外溢效应的，就是他们可以扩大到我们其他的县市要选县市的时候，它会带动整个选情那倒是民进党真的要很担心他们现在这个台北市真的。